我外婆，谁让你在这摆摊的？来给我兄弟几个，一人下碗面条尝尝。来，帅哥，你们的面好了。兄弟们，这面也太难吃了。是啊，这没那么难吃，还敢出来摆摊儿？老太婆，你这面条做这么难吃，我的兄弟几个可都闹肚子了。哎呀，赔钱吧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看给我兄弟几个疼的，你就赔我个2万块钱。2万？我这1个月才挣2000，没钱赔。没钱这摊子你就别想。你怎么瞎？差点撞到了，知不知道我是谁的人啊？哪里来的小瘪三，赶紧滚！老板，麻烦你给我来碗面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师傅啊，尊敬的念姐，哎，您是不知道啊，公司那帮老家伙都快把我生吞了。现在都升天一了，是你当家，有什么事帮我磕上去。您是抬举我了，您才是董事长，没您坐镇啊，我心虚啊。少贫嘴。没事，你不会这个点来。想求您啊，回公司作证，最近那个并购案，非您拍板不可。文件发我邮箱，我不回公司。还有一件私事儿，我那个女儿啊，潇潇刚回国，我想让她到咱们旗下的中心医院去实习。这是好事啊，直接走正规的签署流程。你跟我说什么？我想让她跟着您的女儿沈之夏。你要让你的宝贝女儿顾大小姐去跟夏夏当跟班，是想跟着后面啊多学习学习。我知道沈之夏在医院啊表现特别好，虽然是个实习医生，但她技术扎实，比那些混日子的强多了。夏夏她的确很努力，不过她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她一直以为我就是个摆摊卖面的单亲妈妈。我知道规矩我都懂，潇潇那边我会交代，绝不透露半个字。行了，面都吃好了吧？吃好了那就赶紧回去。你这车在这堵着，影响我做生意。陈总，不好了，大小姐被绑架了！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急诊科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。这才实习第1周，我的腿都要跑断了。哎呀，你就别抱怨了，咱们能进中心医院实习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当初通宵背书，不就是为了今天吗？我知道不容易，咱们这种没背景、没钱的，想留在大医院，也就只能拿命拼了。夏夏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？只要肯努力，总会有机会的。我妈说了，手艺是长在自己身上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这什么破地方，一股子消毒水味儿，难闻死了。潇潇，你也太惨了吧！顾叔叔怎么舍得把你送到这种贫民窟来？别提了，就是这个月多刷了几百万嘛。我爸非说什么我不懂人间疾苦，停了我的卡，我发
发配到这个破医院体验生活。天哪，这桌子怎么这么小，我的化妆品都摆不下。你好，哪里来的乡巴佬？喂，你们两个抓紧时间搬出去，这间宿舍以后属于本小姐我的了。凭什么？这是医院分配给我们的宿舍。凭什么？就凭我爸给这医院捐了一栋楼。我不管你爸捐了几栋楼，这里是员工宿舍，讲究先来后到。你要是觉得挤，可以回家去住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教训我？知道我是谁？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，在这里大家都是实习生，请你学会最起码的尊重。潇潇，这穷酸丫头还挺横，看来不给她点颜色瞧瞧，她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太欺负人了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敢推我？谢谢。你凭什么打人？我不仅打他，还要打你。小姐，让你住这破宿舍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把笔记还给我！林薇薇，你疯了吗？那是夏小熬了好几个通宵整理的。潇潇姐，不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我早就想说，和这种穷鬼住在一起，我都觉得在掉价。哦，你们不是好闺蜜吗？呸！谁跟她是闺蜜？我是看她可怜施舍，她才跟她做朋友的。潇潇姐，你是不知道，她那个妈就是摆摊一碗面条卖10几块钱的乡下人，脏死。天哪，原来是卖面婆的女儿，难怪一股子穷酸味儿。沈之夏，既然你妈是摆摊的，你就应该摆清楚自己的位置。这个桶跟你挺配的，你就顶着它见人吧，免得脏了潇潇姐的眼。林薇薇，你为了巴结他，你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吗？底线能当饭吃吗？潇潇姐是升天集团的大小姐，跟着她有前途，跟着你喝西北风吗？潇潇姐，你还满意吗？干得不错。刚刚让你们搬出去的时候，你们不愿意，居然还敢顶嘴，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夏夏，以后在医院见到我，记得绕道走，否则这只是个开始。我的高定裙子，你这个贱人！哎呦，哎呀！呸！顾潇潇，你不就是投了个好胎吗？除了仗势欺人，你还会做什么？若是没有你那个有钱的爹，你连来医院实习的资格都没有。可恶，还敢教训我，是不是想死？来人！来人！把这两个贱人给我拖出去！看看我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这里是医院，救命啊！喊吧，这一层都被潇潇姐包下来了，谁敢多管闲事？嘴挺硬是吧？火气挺大是吧？既然火气这么大，又这么喜欢硬碰硬，那本小姐就带你们去个好地方，降降火，治治你们嘴。带走！这里啊，原本是存放尸体标本的地方，后来废弃了。不过制冷系统是好的。我给你们设定了零下30度，2分钟。如果2分钟以后你们还能跪着求饶，我就考虑放你们一马。顾潇潇，这个是会出人命的，你这是在实施违法行为。你害怕了？刚刚不还是在嘴硬吗？现在就看看你的命硬不硬了。
夏夏，我马上会死的。不会。糖糖，别睡，坚持住。糖糖，你听我说，要是我们两个都死在这里，就遂了他们的愿望。我们还要当医生，还要治病救人呢。夏夏，如果我们能够活着离开的话，我给你打一辈子的洗脚水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！夏夏，快！这里的电路连接着制冷系统，只要让它短路，就能让制冷系统停止工作。自动电保护已停止工作。糖糖，我们走。哟，真是命大，居然没死在这里面。顾潇潇，你满意了吗？满意？早着呢，本小姐还没玩够呢。你们干嘛？咱们再玩个更有趣的游戏。这里面呢，一支是生理盐水，一支高浓度的肌肉松弛剂。这东西要是打多了，可是会互相伤血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救我了，大白石头！选一个吧，是跪下来学三声狗叫，还是看着我给你的好朋友打下去一针？我数3个数，这游戏可是要实现的。顾潇潇，你有本事就弄死我！顾潇潇，你有本事就弄死我！小姐，这里可是医院，真出了人命，我们可承担不起。怕什么？出了事有我爸担着呢。怎么，你也想尝尝这针的滋味？别动他！你让我做什么都成，别动他！你早这么听话不就完了吗？给你个机会，在这2支里选一支打在自己的身上。如果你选到了生理盐水，那我就放过你们了。但如果你们选错了，那就是你们的命不好。好，我选。沈之夏，你可看准了，选错，那可是死路一条。我选这一支。可惜了，你选错了。顾小小，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放过我们，你骗我！
潇潇姐，你看，这就是那个摆摊卖面条的废物老太婆沈之夏的穷酸妈。你们把我女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女儿弄脏了我的高定裙子，还撞伤了我的鼻子。老东西，你女儿欠管教，我帮你教训教训。教训？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女儿？喂，老太婆，注意你的说话态度。你知道潇潇姐是谁吗？我不管她是谁，现在带我女儿走。走？打伤了我就想走？没那么容易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简单呀。你女儿犯的错，你这个做妈的替她承担。你现在给我跪下，和3个响头道歉，再给我500万作为赔偿费，这件事就算完了。钱不是问题，让我给你跪下磕头，你可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你受得起吗？我受不起，就算是天王老子给我跪下，本小姐都受得起。一个破卖面的下等人，口气倒是不小。你当这是你的破面摊吗？脏手拿开！老娘想打谁就打谁，你还管教起我了，我就动手了，怎么着？好啊，你的父母生了你，养了你，却没有好好教育你。那今天我就替你的爹妈好好教育教育你。你个卖面的，还想教育我？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说出来吓死你！我爸是盛天医药的顾正邦，现在整个医院不是我爸说了算，你想怎么教育我？好，原来你爹叫顾振邦，可真是生出了个好女儿啊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评价我爸？妈！顾振邦，马上滚到中心医院冷冻来！装的还挺像，还敢直呼我爸的名字，我倒要看看能叫来什么样的大人物。就是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一个破卖面条的，还说人是顾总，说出去真是笑死人了。妈！顾潇潇，你们太仗势欺人了，有本事就冲我来，你放我妈和小唐走。冲你来？沈之夏，你是还没有认清你和潇潇姐的差距吗？说到底啊，你们就是穷，只有穷鬼才会把尊严挂在嘴边。刚才的条件不变，你们母女俩一起跪下来磕头，再拿出500万出来，否则你们今天谁也别想竖着出去，老娘打断你们的腿，让你们爬着出去。我治你们！我告诉你，把老实人逼急了也是会杀人的。这个吊坠价值1000万，算了他的医药费。但是，如果我女儿要是有个3长两短，信不信？我要你整个顾氏家族给我女儿赔命！老太婆，拿一个破吊坠就想赔我的医药费了，张口就是1000万，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？你卖3辈子面条也挣不到1000万，你和我装什么啊？给我打断他们腿！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爸！
可算来了，这个卖面条的老太婆一直欺负潇潇姐，你可要为潇潇姐报仇啊！丽姐，顾振邦，你可真是出息了！老女人，你真是疯了，居然敢打我爸！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出去！爸，你疯了吧？打我干什么？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爸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为了这种下等人打我，你知道这老东西刚才有多嚣张吗？他想让我们顾家赔命。是啊，顾总，那个老女人拿一个破石头来抵1000万，分明是拿我们当傻子耍，我们不能放过她。她可是帝王绿翡翠。顾振邦，看来你女儿不仅没教养，眼光也不行。莲姐，我……糖糖，你还好吗？阿姨，我没事。糖糖，你现在下去看医生。爸，我没事，我不能丢下你。夏夏，你安心去处理伤口，这里有妈妈在。不许走！把他们给我拦下！爸，你就这样看着他们走了？这个老太婆刚才想把我往死里弄，今天我一定要弄死她！顾振邦，你来问问你女儿，她想怎么弄死我？莲姐，我……顾振邦，你这脑子里面装的是糖浆吗？竟然教出了这么是非不分、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死老太婆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敢教训我爸！够了！给老子闭嘴！你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呀？你知道你今天闯了多大的祸吗？我被人欺负的时候你不帮我，你还为了这个臭摆摊的打我，我就应该听我妈的话，不来这个破医院受罪。你还敢说你妈？我凭什么不敢听？从小到大，只有我妈对我最好，你只会说我惹祸，你从来不关心我。我看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你根本就不配当我爸。此奴多败儿，怪我一直是太宠你了。立刻马上给念姐下跪，求她原谅你。后跪他？做梦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东西，没见过吧？这可是特制的防狼喷雾，里面装了高浓度的酸。你干什么你？把瓶子放下！强酸，你从哪儿弄来的这种违禁品？当然是我妈给我的。我妈说了，谁要是敢欺负我，就让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见人。你爸是疯了吗？你想把牢底坐穿啊？你少吓唬我！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妈是真心对我好。老东西，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信不信我现在按下去，你就能立刻变成个瞎子？现在，立刻跪下！你别过来，我真的疯了！来喷啊！照着我的眼睛喷！来啊！你有人无感吗？疯婆子！你的手在抖什么？是不是不敢朝我脸上喷？来，朝这儿喷。这种强酸只要接触皮肤就会溃烂入骨，喷哪儿都一样。来呀！你少管我！你管我喷哪？我就要喷烂你这张老脸，让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见人！好啊，只要你敢毁了我的容，在医药行业你也会成为名人。来，师兄，快把瓶子放下，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，别把自己一辈子都搭进去啊！你就这点本事吗？仗着家里有点臭钱，就到处欺负弱小，
你除了会伸手向家里要钱，到处惹是生非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你闭嘴！我真的会挨下去。要呀！老太婆，这是你逼我的！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既然你把握不住，那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。念姐，顾振邦，这是你生出来的好女儿，你是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处理，还是我来？我来。今天他用哪只手碰了这脏东西，我就把他哪只手废掉，手脚全部打断。这种祸害，留着手脚只会害人。如今爸爸动手，你顶多只是个残废。要是念姐亲自动手，那你一辈子都就废了。住手！谁敢动我女儿？谁敢动我女儿？妈，终于来了！谁干的？哪个不长眼的敢动我心肝宝贝？李志妹，你怎么来了？赶紧带人回去，别在这儿添乱了。顾振邦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不来，等着给女儿收尸吗？是他，他就是沈之夏那个摆摊卖面条的妈妈，就是他欺负我。还有爸，他不仅不帮我，还要用铁棍打断我的手脚，说是给这个女人赔罪。顾振邦，你老糊涂了吗？竟然废掉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你懂个屁呀！女儿就是被你惯坏的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可是……我管她是谁，这一亩3分地，谁配让我认识？她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正眼瞧？喂，老太婆，你听见了吧？我妈来了，你们死定了！你们再敢动我一下试试！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！宁之曼是吧？你女儿想拿强酸毁我的容，还要杀人，这事怎么算？怎么算？我女儿要毁你的容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就你这种垃圾人，那被我女儿欺负，那是你祖坟冒青烟了。哦，这就是你们顾家的家教，打了别人还算是赏赐了。家教是给同等人讲的，你一个臭摆摊的，你配你！本来以为宝贝女儿遇到多大事儿了，原来是被癞蛤蟆爬了脚面，恶心的。顾振邦，你个废物！既然你不替女儿出头，那就我来。果然是上流不正下梁歪的货色呀！既然你这个当妈的没有教育好女儿，那今天我就连你一块教训。教训我？果然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风大说话不怕闪了舌头。给我上！把这个女人的嘴给我撕烂，把她的手脚剁下来，丢出去喂狗，看她怎么教训我。姑奶奶，就说我求求你了，这不是在家里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你赶紧带着人走，不要在这儿给我添麻烦了。滚开，窝囊废！来的路上我就打听过他的底细了。沈念不仅一个摆摊只卖几块钱面条的，还无证行医，给那些穷鬼看病。查得挺清楚的，所以呢？我理解你想给你那个实习生女儿出头的心情，毕竟社会底层嘛，除了撒泼打滚，也就这点本事了。不过不好意思，
你今天惹到我了。妈，你看，刚才那个老太婆还打我，我明明在医院都是好好实习，从不惹事的，都是她那个女儿沈之夏先惹的事。她就是嫉妒我是有钱人啊。嫉妒我们有钱是吧？行啊，把他的手指给我一根一根的掰下来，让他以后连面条都煮不了。高位水路。景之曼，明明是你的女儿，把我的女儿关进冷库，差点冻死。那又怎样？你女儿没本事，没背景，活该被人欺负。我女儿想弄死她，那是你女儿的荣幸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是想毁了我们整个顾家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呀？他这是……妈，打得好，让他胳膊肘往外拐。顾振邦，女儿被欺负成这样了，你不但不帮她出头，我帮她出头你还拦着我，你是潇潇的亲爹吗？蠢货！我是在救他。救他？我虽然嫁进你们顾家了，你也别忘了，我还是九州连锁集团的董事长。没有我们宁家8000家连锁药店，你们盛天一粒药也卖不出去。拿着这个刀去废了这个老太婆，只要你出手，我保证，我们九州集团今年的采购订单全是你们盛天的。你师妹，你还纵容他到什么时候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是把他往死路上推呀！你敢吼我？你有如今的位置，你以为是你有多厉害吗？是你们宁家有多厉害吗？要不是当年沈董带着盛天研发团队日夜攻关，搞出了国产的抗癌药，打破了国外的专利封锁，把药价从几万打到了几百。要不是沈董力排众议，把独家分销权给了快要破产的九州药房，你们宁家凭什么能够稳坐如今海城第一医药连锁的位置？爸，你放屁！宁家能有现在的光景，都是我妈手段高明，经医有方，跟那什么狗屁沈董有什么关系啊？顾振邦，想当初你不过就是那个姓沈的身后的一条狗罢了。你的主子沈董早已经销声匿迹，隐退很多年了，你现在还拿一个过气的老太婆来压我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现在海城的医药界是我们宁家说的算，我们九州集团一呼百应。老东西，你刚才还想让我们家给你赔命，怎么现在哑火了？是不是被我妈的记长吓到了？宁之曼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懂吗？你在教我做事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好好想清楚，当初是谁把你们宁家从泥潭里给拉出来的？你想清楚了再说话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你知道这个世上什么人最无能吗？就是像你这种没有本事硬出头，以为自己有登天能耐，满嘴胡说八道的老废物。既然你不想想清楚，那就别想了。你敢打我？你这个平常如蛆虫一样爬着社会底层，你竟敢打我！想当年，我顶着跨国药企的专利垄断和添加诉讼，竟是咬着牙把国产药给做起来。我以为我扶持起来的是民族药企的脊梁，可没想到竟然养出了你们这群狼心狗肺、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宁之曼，你得让我失望。拿给我！宁之曼，这是实验室还在研发阶段的神经毒素，这是要死人的！妈，这个东西好，听说给人打下去一针，
人虽然活着，但脑子彻底废了，会变成会流口水的傻子。好东西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不怕死吗？明智们，你不要干混蛋事啊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一直在提醒你，可你一直不醒悟啊！他就是振邦，松手。宁姐，这老东西这么硬气。潇潇，你不是想出气吗？妈给你这个机会，上去戳他2针。他要是命大，也只是变成傻子，这页就翻篇了。他要是命不好，死了，那就是他倒霉。好东西，你死定了！我早就想试试这玩意了，快让我给你打2针试试火！慢着，怎么怕了？想求饶？晚了！姐先让我打个电话，等我打完了这个电话，你再做决定。行啊，拖延时间，陪你玩了这么半天，也不差这一会儿。给你3分钟，让你喘口气儿，交代一下后事。装模作样，你在给谁打电话呀？卫生管理局还是什么执法监督部门？今天你给谁打电话都没用，赶紧让我给你打2针，给你这个猪脑子清醒清醒！你怕什么？我会怕你一个臭摆摊的。在整个医药圈，我妈说2没人敢说1，就算你给监督管理局打电话也没用，他们也得给我妈3封薄面。放心，我不是打给药监局举报你们。怎么，不敢让我打这个电话了？你打，你尽情打。我看你一个臭摆摊的，我请了什么样的神仙人物？哼！明智们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次惹了多大的麻烦？你这样会害死整个宁家的！闭上你的乌鸦嘴！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，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最多也就是叫2个地痞流氓，或者找2个小记者曝光。我今天来就是给我女儿撑腰的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看我们九州集团脸色。打完了，装神弄鬼，你的救兵呢？你找了什么帮手啊？什么时候到啊？可别让我等太久啊！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放心，很快就到了。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电话响了，先接。宁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九州集团的股价就在刚刚1分钟内发生雪崩式暴跌，市值全部蒸发了，全完了呀！是什么？不仅仅是股价，银行刚刚发来通知，集团所有账户资金被冻结，还有我们的药品供应链系统被全面锁死，所有门店的药品溯源数据全部消失，所有的药都卖不出去了。这不可能！妈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助理在说什么胡话？我们家怎么会出事？给我顶住！不管怎么样，要干宁氏集团！我要多少钱？找团队恢复系统。完了，太完了！资金冻结，系统锁死，股价蒸发，公司破产清算。丁芝曼，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九州集团，看来也不过如此，脆弱的就像纸一样。老不死的，你闭嘴！我家几千亿的家产，怎么可能会破产？一定是他找了什么黑客做的手脚，搞的恶作剧，对不对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一通电话就可以毁灭九州集团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叫沈念，以前他们都喊我小沈博士，现在医药界他们都喊我沈董。什么？你是沈董？老女人，你少在这糊弄鬼了！谁不知道盛天集团创始人10多年前就隐退江湖，不知所踪了？你想冒充这种大人物，你也做做功课吧！你看看你这穷酸样，一股子油烟味儿，你就是个老街煮面条的，想碰瓷我们这种豪门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！
我是不是碰瓷？刚才短短1分钟之内蒸发的1000亿资产，难道还证明的不够清楚吗？妈，在干什么？他就是个骗子！沈董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永远不是泰山。宁家走到今天不容易，那是几代人的心血，怎么整我都可以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宁家吧。潇潇他小，被我惯坏了，他不懂事。您大人有大量，人跟孩子一般见识，怎么整治我这把老骨头都行。求您放过九州集团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刚才你们母女俩不还是挺威风的吗？张嘴闭嘴就是贱命，所谓一底层，又一句蝼蚁，在疾病和死亡面前，本就众生平等，穿金戴银，并不比一缕阑珊高贵半分。我宁家本就是医药起家，而你却忘了这最基本的道理。沈董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。你哪里是知错了？你只是怕我让你偿命，让宁家陪葬。宁之曼，因为你的愚蠢，才引发了这场行业大地震。现在的九州集团就是案板上待宰的羔羊，行业里谁敢帮你们宁家说句话，就是以整个行业为敌。我错了，我是畜生，我不应该欺负你，我不应该拿针扎你。沈董，沈素素，一切都是我做的孽，你把我手砍了都行，求你不要让九州集团破产。没用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众矢之的，墙倒众人推。就算是沈董放过我，同行也会把我们吃的连口中渣子都不剩。这时候知道求我了，可惜呀，晚了。沈爹，你真的以为你能支撑我这天吗？我有钱，就算破产了我也有私房钱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我能召集几百，甚至是几千个身患绝症、烂命一条的死士，我让他们都绑着炸药，跟你们同归于尽。都去死吧！疯了！你简直是疯了！这种反人类的话，你也敢说出口啊？看看你们二人两个，给我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们宁家引以为傲的接班人，这就是你们养出来的好女儿。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，还想着拿无辜的病人当枪使。哼！就在你们威胁我的时候，针对九州集团恶意操纵市场、危害公共安全的最高级别通缉令已经下达。你现在该想想该如何跑路，该怎么坐走私船离开，怎么转到粤邦、缅州、老爪、简朴。要是被追债人抓到，分分钟弄死。年前怪我教女无方，我也没有管好家里的女人，才惹上了这场泼天大祸呀！你起来，顾振邦，你是医药协会会长，也是盛天集团名义上的掌舵人，这膝盖要是软了，以后还怎么服众？主要针对的是宁之曼和九州集团这颗行业毒瘤。至于顾潇晓，只要他以后安分守己，我沈念可没那个闲工夫去赶尽杀绝。谢谢念姐，谢谢念姐开恩。我隐退的这10年，医药圈里的水太浑了，像他们这样仗着资本垄断市场、欺压良善，甚至拿活人试药的蛀虫，肯定不止一家。既然我回来了，就要好好杀一杀这股不正之风。念姐，你说让我做什么？我要回集团，再起草一份行业自律公约，并联合药监部门，把那些不干净的底子全都翻出来，好好晒一晒太阳。我要让整个的海城医药界彻底洗牌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哎呀，糖糖，别哭了，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养2天就好了。你还说没事儿？当时流了好多血，我都快吓死了。之前在冷库里说的话还算数不？什么话？
就是咱们能活着出来，你就给我打一辈子洗脚水。都什么时候了还贫嘴？作数，只要你能好起来，别说洗脚水，洗澡水我都给你放。糖糖，你说我还能当医生吗？这次为了我妈把顾家得罪惨了，九州集团那么大的势力，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以后还有哪家医院肯要我？说什么傻话呢？阿姨，你来了。妈，这是妈特意给你熬的参鸡汤，补气血的。来，趁热喝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又给您添麻烦了。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？妈，我想好了，要是医院待不下去的话，我就回老街帮你煮面。夏夏这孩子心性纯良，但还不够坚韧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他我是身价1000亿的董事长，还要继续磨练一下。面瘫那种地方不适合你养身体。另外呢，中心医院你也暂时别回去了。妈，那我干什么啊？我总不能一直在家里吃闲饭吧？你放心，妈都给你安排好了，我帮你弄了个名额，去鼎信医药继续当你的实习医生。鼎信集团，那可是海城有名的医药企业啊。妈，鼎信那种大企业，门槛那么高，您是不是求了人家很久啊？夏夏，你就别问了，阿姨为了你的前途肯定操碎了心。鼎信那种地方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呢。去鼎信虽然也只是个实习的医生，但我知道治病救人是你的心愿，妈只希望你能开心。等你出了院，就去那报道吧。妈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不给您丢人。夏夏，别怪妈狠心，盛天集团内部现在乌烟瘴气，把你扔到最基层，就是要让你看清楚这医药帝国的背面。好了，妈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好。顾会长，关于庆当生物的种子案，我敢以人格担保，这款抗免疫新药它绝对是世界首创。那如果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终止研发的话，那将是医药界的一大损失啊！陈总的人品和才华，我顾某向来都是佩服的。但据我所知，你的那个合伙人卷走了大半的研发资金，现在你们的账面上恐怕连给实验室买小白鼠的钱都没了吧？还是顾会长消息灵通啊！要怪就怪我一心只扑在研发上，这没想到就让那个畜生……哎呀，盛天1个亿呢，确实能拿得出。实话实说，我虽然是会长，但盛天真正的主人是沈董，他最看重的就是真正做药的人，把整个青囊生物都买下来，也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情。沈董今天下午呢，正式回归主持董事会。您要真有孤注一掷的决心的话，不妨下午到集团去碰碰运气。沈董，多谢顾会长指路，我先过去。上次站在这里还是10年前，今天我回来了。嘿，是不是瞎呀？站在这当门神吗？走路不长眼的吗你？这位女士，是你走路低头玩手机，是你撞的我。嘿，老东西，撞了我你还敢顶嘴？你是哪层楼的保洁，还是食堂大妈呀？不穿工服在门口瞎溜达什么呢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盛天集团的形象全都给你毁了。
我这身儿可是当季的新款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一个袖子。我这可是第一次穿，就遇上这么个事儿，真晦气。盛天员工的素质就是这么衡量价值的。还有，保洁怎么了？哎呦，你也配跟我谈素质啊？你就是个臭保洁的下等人，明白吗？保洁就应该低着头跟我讲话。我可是盛天集团的股东之一，你信不信我动动嘴皮子就能让你立马滚蛋？老娘现在我还有急事儿，就不跟你这个底层废物纠缠。这次算你走运，千万别让我查出来你是哪个部门的，不然老娘让你一辈子在这打工还债。起来！宁之曼那种蛀虫刚收拾完，没想到自家窝里还养着这种狐假虎威的狗。看来这盛天集团的内部腐败程度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等会儿必须要在董事会上要好好治治他们。10年没来，这盛天倒是越来越像暴发户开的酒店。医药那股子清净气全没了。哼，连我的办公室都敢动，这帮人还真把盛天当成自己家的后花园了。小姑娘，麻烦问一下董事长办公室怎么走？你好，请问董事长办公室怎么走？你好，你找我们董事长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恐怕不行，今天集团有非常重要的会议，董事长估计不在办公室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在盛天集团会议室准备了吧？看你这身打扮，您是后勤那边新入职的员工吧？来报道的。哎，小姑娘，刚才过去那个女人是谁呀？火气这么大？那是我们赵娜赵经理。经理？是，以后在公司千万别惹她。大到采购流程，小到食堂买菜，全都得看她脸色。只要她不点头，审核根本过不了。管得这么快，公司没制度吗？制度，那是给咱普通人定的。人家老公可是咱们集团第2大股东，刘海峰刘总，这可是真正的老板娘。人家都说，宁可得罪阎王，也别得罪赵娜。还真把公司当成自己家开的。就是他，老公，就是这个老东西，刚才在门口咖啡泼了我一身，弄脏我的衣服，他现在居然还敢在大厅里闲聊。就是你，胆子不小啊，连我老婆都敢欺负。老太婆，你是不是老年痴呆呀？在这里谁不认识我呀？连我老婆都敢惹，现在马上给我老婆跪下磕3个响头认错，否则我现在就让人把你扔出去。在这里跪？刘总，这大庭广众的，到处都是公司员工，不太好吧？哟，还要脸呢？你这个没有用的老东西，被社会淘汰了，只能过来打杂。公司好心给你口饭吃，你不珍惜，还在这里给我装什么清高啊？让你跪你就给我跪，这就是你的福分。老太婆，我告诉你，在这地界，我刘海峰就是天，我让你生你就生，让你死你就死。让我死？刘总这口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阎王爷呢。你。顾总，您可算来了。顾会长，您来的正好，咱们公司招进来的这个老保洁员啊，真的是无法无天，不仅弄脏了我的衣服，他还顶撞我和老刘。是呀，老顾，这种害群之马绝不能留，必须马上开除。顾志茂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滥用职权，把集团搞得乌烟瘴气。
今天是集团真正的创始人沈董回归的日子，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沈董，哪个沈董啊？顾总，你不是说笑话的吗？沈念那老女人不是早就失踪10年了吗？还真是人言可畏啊！我只是隐退了10年而已。行业内关于我的传奇故事已经落幕了吗？你怎么？刚才还让我生让我死，现在连我是谁都认不出来了。沈董好，欢迎沈董回家。莲姐，董事会的人都已经召集齐了，就等您了。沈董，既然您都回来了，那就是天大的喜事。我看今天的董事会也就没必要开了吧，咱们找个好地方，我走动，给您接风洗尘。刘海峰，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。这盛天集团的董事会是你想开就开，想不开就不开的吗？刘总，有些话还是放在桌面上说比较清楚。我在会议室等你，别让我失望。老公，怎么办呢？他真的是董事长。别害怕，我是盛天集团第2大股东，手里握着15%的股份。他沈念刚回来，肯定要拉拢人心，想杀鸡儆猴罢了。他要真敢动我就联合其他股东撤资。对，我们有股权在手，这就是免死金牌，他不敢拿我们怎么样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人有3急，来晚1步。你的撤了。沈总，您什么意思啊？各位，盛天是做医药的，做药先做人。在座的各位，只要肯踏实搞研发、拓市场，我沈念绝对不会亏待。但如果是借着公司的名义中饱私囊、作威作福的蛀虫，老太婆，我告诉你，在这地界，我刘海峰就是天。我让你生你就生，让你死你就死。刘总，这话听着耳熟吗？沈总，这就是个误会，我那是不知道您身份，不知者不怪嘛。您堂堂一个董事长，没必要为了这点口舌之争跟我一个小股东小题大做吧。沈总，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威严嘛，难道随便来个阿猫阿狗都能骑在我们董事头上拉屎吗？威严？如果是普通员工，或者是那些求医问药的弱者，就可以任由你们夫妻俩随意践踏尊严，甚至扬言要人家性命。这里是医药集团，是救死扶伤的地方，不是你们作威作福的阎王殿。我提议，即刻解除刘海峰集团副总裁的职务，解除赵娜经理的职务，同时冻结其名下经手的所有项目投资，开启内部审计。同意的举手。你们全票通过。我不服！我在盛天干了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当年为了帮公司拿批文，我都喝到胃出血。你们凭什么说开除就开除啊？盛天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无数的一线科研人员日夜不断的奋斗，靠的是老百姓对我们药品的信任。盛天不需要你们这种把一己私利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毒瘤。送客。老王、老刘，沈念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现在是商会会长，要有个话事人的样子，以后在公司不用喊我职务。莲姐，
不管我做到什么位置，在您的面前，我永远都是跟在您身后的小顾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夏夏那边我还要去看看。公司这个烂摊子以后就交给你了。好。顾会长说沈董今天会回归，希望真的能见到他呀。你好，请问会议室在哪儿啊？是顾会长让我来的，我这儿有一份重要的项目说想要呈给沈董。啊，在1号会议室。啊，谢谢啊。顾总。哎呀，陈总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沈董刚离开。啊？什么？哎呦，对不起，你看我这个着急忙慌的，真是。沈念，老同学，是你吗，老同学？陈景行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这么……哎呀，糟了！要是错过这次机会的话，庆囊生物就真的没救了。我这10年的心血呀！什么事这么严重啊？放心吧，天塌不下来。你还是老样子，一遇到急事啊，就方寸大乱。不是，你不知道我这次啊，顾总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沈。陈总啊，你跑得还挺快啊。哦，顾会长，顾总，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这个项目真的很有前景。哎呀，陈总啊，咱们之前已经谈过了，这1个亿啊，确实风险有点太大了。我看这样吧，假如你们愿意出让40%的股权，我可以考虑投个5000万。5000万？顾总，这就连购买进口试剂以及维护实验室的正常运转都不够，1个亿是这个项目底线的底线了。顾总，你看这个。这上面的靶点数据很大胆，居然避开了传统的阻断通路，而且第1期临床数据显示，副作用居然比市面上同类药品低了40%。对，写的不错呀。像这种能够真正救命的创新药，如果集团投资了，不仅有利可图，更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。哎呀，陈总啊，咱们盛天向来是支持真正的技术创新。这样吧，盛天集团投资这个项目啊，1亿5000万，占股20%，我们全力支持你们把这款新药做上市。1亿5000万，顾总，您没在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？不是，您觉得呢？行不行？我看行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呢还有个会。陈总啊，你回头直接找投资部签合同就行了。哎，好，我呢先走了。好的。哎，那谢谢顾总，您慢走啊。1亿5000万！哎呀，老同学，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啊！我这该怎么……哎，这样这么多年没见了，赏脸吃个饭怎么样？我知道附近有个餐馆，味道不错，环境还清静，咱们正好说说话。行啊，刚好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，那咱们等会儿门口见。哎，好嘞，我们门口等你。真没想到，在这种情形下冲锋了。哎，沈念，你还和当年一样，魄力十足。你也一样，还是那个为了理想一头扎进实验室，不顾一切的陈景行。不行了，老了。今天要不是碰到你，我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。上去！你没事吧？伤着没？我没事，都亏你了。这车怎么开的？开这么快，简直就是谋杀！要是看清车牌的话，绝对报执法队。经这一下，我更饿了。没事了，走吧。
哦，行，那走吧。妈呀！算他老太婆命大，旁边那小子反应倒是挺快。老公，你疯了？这大庭广众的，真撞死人，咱们也跑不掉啊！我就是气不过，那老不死的把咱们赶尽杀绝，不仅撤了职，还冻结了资产，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。刚才怎么没撞死他？哼，我也恨不得剥了他的皮。我在盛田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呀？现在，咱们两个都成了行业里的笑话了。既然他神念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，把我踢出局，我也要撕他一块肉下来。你想怎么做？我查过了，他那个宝贝女儿沈之夏，现在在鼎新医药当实习生呢。你说动他女儿？他不是最心疼那个野种吗？既然动不了沈念这尊大佛，我就先拿那个小的开头。老婆，你先去医院安排一下，我去找龙爷借点兄弟，让那个老太婆受点皮肉之苦。好。沈念，真是冤家路窄呀！刚才算你运气好，这回看你往哪跑！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不想牵连你，你赶快走。那不行，把你一个人丢下我成什么了？要死一块死！哟，还是个讲义气的种。既然那么想死，我就成全你们这对苦命鸳鸯。刘海峰，公司清退你，是因为你自己手脚不干净，也是为了公司发展好。你今天带这帮人来围堵我，是嫌你这牢饭吃的不够快吗？你以为就这几个人，你能动得了我？少拿那套领导架子来压我！你那位置坐太久，真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？你躲外面10多年，怎么不干脆死在外面？不然老子还可以天天吃香喝辣的。给我上，打死算我的！慢着！你们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这是盛天集团刚刚签发的1亿5千万投资款，只要你们让开，放我们走，这钱就是你们的了。1亿5千万？对，没错，拿了这笔钱，你们可以远走高飞，何必背上一条人命官司呢？哼，好小子，算你识相。不过你搞错了一件事情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这钱我要带走，这老女人的命也得留下当利息。这老女人的命也得留下当利息。你们，刘海峰，悬崖勒马现在还来得及，我劝你现在去自首，还能留下一条命，别到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。自首？你是想让我把牢底坐穿吗？老子熬了半辈子，辛辛苦苦才拔到今天这个位置，结果你一回来动动嘴皮子，就把我像垃圾一样扔了。你自己心术不正，在这个位置上只会害了你自己，是你自己毁了自己。跟着老太婆废话什么？哼，死老太婆骨头挺硬，不知道能扛住爷爷我几下，看我把你骨头架给拆散！慢着，有种冲我来！你们欺负个女人算什么？其实投胎是吧？成全你，小子儿记住了，到了阎王那报号，下辈子投胎别惹龙爷的人。妈的，哪个不长眼的还管闲事？你敢打我？这是龙爷的场子，这帮人都是龙爷的手下，你100条命也不够赔的。拿一只蚕丛来吓唬谁了？在这个地界上，还没人敢动我要保的人。燕姐，属下来迟了，让您受惊了。
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搞这些虚礼干什么？都起来吧。哎，你看着您受苦，属下心里难受。当年您不辞而别，兄弟们都像没头的苍蝇。现在您回来了，圣天的天终于要亮了。有些路必须得自己走，有些苦必须得自己吃。这10年，你也辛苦了。不辛苦，等到这一天，让雷虎把命搭上都值。念姐，这小子是谁？刚才我看他没什么本事，但是敢挡在您面前，倒也算个男人。我叫陈锦行，是沈念的老同学。今天多亏了他，而且盛天那个新药项目的投资，也是先给他。原来是自己人，哈哈，陈先生，刚才多有得罪，以后遇到什么麻烦，报我雷虎的名字。多亏雷先生及时出手相救，要不然这帮人真的太无法无天了。叙旧的话，等一会儿再说，我先处理一下这里的垃圾。刘海峰，你刚刚那股潇洒劲哪去了？感动念姐，你是嫌自己的命太长吗？还是觉得我会手下留情？雷总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带这么多人拿着钢管是误会？按照老规矩，敢对念姐动手，非你4肢都是轻的。黑心医生，草菅人命！沈念，看清楚这是什么？这可是你女儿负责的那个病人原始病历，还有用药记录。哼，现在病人就在重症监护室里，终身瘫痪。你女儿涉嫌重大医疗事故，致人伤残。现在全城的媒体和病人家属正在讨伐他呢。只要我把这份铁证交给警方，哼。再加上现在舆论的压力，你女儿这辈子不仅当不了医生，还得把牢底坐穿。沈念，听见了吧？你不想你女儿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过，就得马上放了我。还有，马上把你名下所有股份都转给我，否则你就等着给你女儿送牢饭吧。你们太卑鄙了，这简直就是栽赃陷害！雷虎，放他走。念姐，这孙子，我说了，让他滚。哈哈哈，沈念，你也有今天，怕了吧？怕了就赶紧签。你以为你掌握了几个演员，伪造了几份证据，你就能翻天了？你记住，玩火终会自焚。雷虎，去开车，我们去医院。是。我女儿在医院出事了。沈医生，病人心脏骤停。立刻准备抢救，肾上腺素1毫克进推，除颤仪准备。01、02、03、04、住手！这个庸医！你们干什么？病人休克，必须马上抢救！救人？我看你是想杀人灭口吧？大家快看，就是他，给这老爷子用错了药，这就是证据。沈之夏用错药致人休克。你们放开我，我能救他，否则病人会死的。救人？你是想毁尸灭迹吧？带走！走！放手！给我进去！你们放我出去，那个病人需要医生。别吵，那个老不死的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倒是你马上就要死了。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，你拿病人的命陷害我。之夏，我也是为你好。那个病人的背景可不简单，如果真的死了，你那个在老街摆摊卖面的妈，就算是把肾卖了，卖一辈子面，也赔偿不起那几千万的赔偿金啊！只要你把这个签了，承认是你自己一时疏忽，操作失误，盛天集团就会出面帮你平事儿，赔偿金公司出，
你也不用坐牢了。真的？我不签，这根本就不是医疗事故认罪书，你这是要把我和我妈都送进监狱，让我承认我妈指使我骗保。你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你不签？好，我现在就让外面的人冲进来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还是他们的拳头硬。休想！我们每一步操作都符合规范，用药剂量我核对了3遍，是你们动了手脚，你们想陷害我，想利用我，做梦！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签，我也绝不会让我妈因为我受你们这种小人的摆布。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既然你这么想死，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原本想让你体面点坐牢，既然你这么不配合，那就别怪老娘心狠手辣。就是这个庸医害死了人，打死他，给老爷子偿命。明天的新闻头条我都帮你想好了：黑心医生畏罪自杀，或者是死于激愤的医患冲突。沈之夏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！你们别过来，这是违法的！救命啊！违法？我们违什么法？你害死了老爷子，给他偿命，这是天经地义。把他扔下去，这样看起来更像自杀。谁敢动我女儿？妈，沈念，你少在这里给我装腔作势！我已经不是盛天的人了，你别想拿身份来压我，我可不吃那套。是你女儿，她把 VIP 的病人治进了 ICU， 现在病人家属都在这儿呢。他还想畏罪自杀，这可是刑事重罪。喂，老太婆，你就是黑心医生的妈呀？你女儿把病人害成这样，说说怎么处理吧？要是不赔钱，谁都出不去。这巴掌是替盛天打的，打你吃里扒外，败坏门风，毫无底线。妈的，还敢动手！找死！这巴掌是替我女儿打的，打你欺人太甚，丧尽天良！杀人了，打人了，有没有王法了？快叫执法队抓他们！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盛天医药董事长的女儿！妈，你是盛天的董事长？呸！盛天董事长怎么了？沈念，你别以为你有钱有势就能只手遮天，这里可是医院，讲的是医疗事故见证。你女儿这坏人是事实，你有证据证明她是清白的吗？你有证据吗？你就是天王老子，他也得坐牢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自来。他想要看证据，那就给他看证据。各位，这是病人病历和医院用药记录。病人的休克反应并非是医疗失误，而是典型的严重药物互斥反应。就在沈医生用药前的10分钟，有人利用护士站高级权限，
在后台恶意修改了病人的过敏史档案、过敏档案，删除了关键的药物禁忌条目，并且还在病人的点滴里偷偷的加入了诱导剂，这才是导致病人休克的真数。你胡说！这是你们伪造的数据，谁能证明是谁改的？谁改的？护士长，这位护士长，我问你，是谁让你修改的后台数据？又是谁让你在点滴里下的药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你是老护士了，你应该知道，诱导剂使用过量是会致人死亡的。现在病人就在 ICU， 如果他死了，那就是故意杀人罪，主犯和从犯量刑可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现在说实话，算是自首，或许我还能够留住你一条活路，甚至让你转做污点证人。但如果你还要继续替某些人扛罪，那你的下半辈子就在监狱里度过了。你的孩子、你的家人都会因为拥有一个杀人犯母亲而毁于一旦。我都说是赵娜，你个贱人，你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是赵娜给了我50万，让我改了病人的过敏史，还让我加了药。她说只要把沈医生赶出医院就行了，不会出人命的。我是被逼的。赵娜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是诬陷，他是疯狗，他乱咬人。谁敢在我的医院闹事儿？王院长，就是他们，这帮黑社会冲进医院，打伤了我和家属，还要逼迫医护人员做伪证，简直无法无天了。放肆！这是中心医院，岂容你们这群地痞流氓撒野？副会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把人给收紧了。王院长，你这是？你什么都别说，我都懂，一定是这帮病患家属闹事闹到您这里了，对吧？您放心，这事我一定把它处理好，绝对不能让这些下等人脏了您的手。对呀，院长，你看那个老太婆，就是那个庸医沈之夏的妈，一个在老街摆地摊的，刚才打了我老婆，你看给我老婆打的。院长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就是这个庸医差点致死人，他们现在还颠倒是非。好大的胆子，犯下滔天大罪还不承认，还殴打病人家属！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你们谁敢动？放了天了，在医院还敢暴力执法，马上报执法队！老王，你疯了！快让你的人住手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副会长，您就是太心善了。我知道你是医药协会会长，要注意影响，不好对这种底层泼妇动手。没关系，我来做这个恶人。沈之夏，你身为医生，严重违反医疗操作规范，致人重伤，现在还勾结家属医闹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你被中西医院开除了，并且永久吊销你的行医执照。院长，你不能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开除我，我是被陷害的，证据都摆在你们面前了。什么证据？证据？哪来的证据？我看是你妈带人行凶。呵呵，听到了吗？这就是证据。好一个中西医院，好一个王院长啊！不看监控，不查病历，不问缘由，仅凭2个人的一面之词，就想断送一个年轻医生的前途。规矩。身为医院之长，是非不分，攀附权贵，甚至纵容下属篡改病历，勾结外人，陷害本院医生，这就是你的规矩。你老太婆嘴还挺硬，信不信我找人把你嘴撕烂？院长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把沈之夏抓起来，交给警方定个故意伤害罪，一定要把这事做实了，才能保住咱们医院的名声啊！刘总说的对，来人，把沈之夏抓走。
妈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看谁敢！王德发，你给我闭嘴！顾会长，您这是……你口口声声喊她老太婆，还要叫人抓她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清楚，她是盛天集团的创始人，更是盛天医药的真正的董事长，也是我顾正邦的恩师沈总。什么？盛天董事？顾会长，沈之夏的犯罪事实确定，就算他妈是盛天集团的董事长，也不能只手遮天啊！赵娜，你别演戏了。今天的董事会，你们俩被沈董开除，本来你们还有活路可走，现在你是走投无路了，你还想拉着王院长一起下水吗？你真是沈董？振邦，把东西拿出来，给这位院长好好看看。刘海峰，你刚才把打印出来的纸撕了，你以为证据就没了吗？你这种行为真的太幼稚了。这还是你刚才撕掉的证据，打印出来不就好了？你能撕了完吗？除了这个，还有更精彩的。这件事只要你办成了，50万马上打你卡里。那个老不死的休克了最好，没死也能把沈之夏那个贱人赶出医院。可是万一出人命怎么办？这录音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王院长，现在人证、物证、技术证据都摆在这儿了。你刚才说要吊销谁的执照，要把谁抓起来？沈董啊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是被刘海峰这个王八蛋猪油蒙了心啊！我真不知道他是您的千金啊！也不知道是我，所以就可以随意践踏一个普通医生的清白。那如果说今天站在这儿的真的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实习生，是不是就要被你们这对狗官冤死在这儿了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沈之夏是好医生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我马上全院通报表扬，给他升职，让他当科室主任。这种藏污纳垢的地方，我女儿不待也罢。振邦，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今天这件事给我封锁起来。明白。带走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沈之夏，都是你，我要杀了你！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夏夏，你也是回去。妈，你真的是董事长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卖面，还要受这么多苦？先不说了，走，我们回家，妈给你煮碗面。妈，这么多年您一直瞒着我，是害怕我会有危险吗？也是，也不是。妈只是希望你能像个普通孩子一样脚踏实地的长大。不过现在，你已经有能力独自面对这一切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再去做医生了，来盛天帮我管理公司。妈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傻孩子。行了，你先去洗个澡，早点休息。好。洪神，咱们的女儿长大了，今天的事，她表现得很勇敢，挺像你的。你在那边就放心吧，家里一切都好。还有一件事，今天我遇到了咱们的老同学沈锦行，你肯定还记得他吧？
他现在在一个人苦苦撑着项目，看到他，我总能想起你年轻时创业时的样子。你临终的时候跟我说，让我不要一个人孤独到老。现在，我想为了你勇敢的活一次。如果你不反对，今天晚上就到我的梦里来，告诉我。谢谢你啊，老同学。如果没有你的这笔救命钱，我10年的心血可能就真的付诸东流了。要不还是算了，我做出点名堂来。我现在这样一无所有，要是不去现在，又是定性。这是集团组织的投资会啊，我可以去碰碰运气，能找点去啊。王总、李总，二位留步。是这样，我们的新药研发已经取得成功了，并且资金充足。那现在呢，就是缺一条标准化的生产线。那如果二位愿意代工的话，这价格上我们可以优惠。二位看一下。陈总，你的技术我是信得过的，但是，但是什么？你也知道，南城医药生产这一块，大部分都要看鼎信集团的脸色。梁总这边放过话，谁要是敢接你的订单，就是和恒安作对。但是我是啊，陈总，我们就是做小本生意的，实在不敢得罪梁碧云那个女魔头。不是。呀，这不是我们的陈大才子吗？怎么，拿着钱也花不出去的滋味，不好受吧？梁碧云，是不是你跟他们打个招呼，说要封杀我？陈建兴，你给我搞清楚，在南城医药界，我梁碧云就是规矩。你别以为骗了个冤大头，给你投了点钱，你就能翻身了。只要我不点头，你的药连1颗都生产不出去。最后那笔投资款，还不都得乖乖赔光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把你的新药专利转让给鼎信，再跪下来求我，或许我能赏你口饭吃。你也配？我陈锦行就算是把钱扔进大海里，也绝对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。不做不吃，吃罚酒。喂，帮我查查陈锦行现在的账户情况，还有晚上帮我约他，我就不信他不上钩。姐姐，梁碧云这个女人心狠手辣，当年她卷走陈景行的钱，现在看到陈景行翻身了，还是在处处为难他。要不要我去警告他一下？无妨，他应该可以处理好。这几天呢，辛苦你盯着点陈景行，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念姐，放心，从他拿到投资款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暗中派人保护他了。景行，咱们好歹夫妻一场。当年我走，也是因为看不到希望嘛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应该能理解吧？理解。你所说的看不到希望，就是卷走账上的最后1分钱，连员工工资都不剩。梁碧云，你别演了。今天把我叫这儿来，到底什么事？好，爽快。我知道你那个新药项目很有前景，只要你肯把新药的专利
转让给鼎新，我就可以给你提供最好的生产线，利润55分成，这可是双赢。双赢，我看你是想空手套白狼。我的这个项目，也就是顾总给我投资的项目，我是绝对不会交到你这种背信弃义的人的手。至于那份数据，你爱给不给，我不稀罕。别给脸不要脸，杨总，没那么容易。念姐，刚收到消息，陈先生进了十方大酒店，而且我们安排在酒店外的人看到，梁碧云带了好几个打手进了包厢，一直没出来，情况不对啊！梁碧云她果然动手了，掉头去碧云茶楼。梁碧云，你要是敢动她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你。你放开我！早乖乖这么听话不就好了，非要受着皮肉之苦。梁碧云，你这是非法拘禁，可以坐牢的。坐牢？只要你一会儿配合着点，我们以后还是好合作伙伴。你干什么你，梁碧云？你去，给我好好伺候一下陈总，记得姿势要暧昧，表情要销魂。梁碧云，你把他熬死！你走开，你滚开！你离我远点！你别碰我！梁子玉，你个贱人！滚！骂吧，等着明天照片出来，我看你还怎么见人！放开我！你是谁？好大的胆子！私闯民宅可是要犯法的。看来梁总谈生意的方式还真是别具一格呀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阿彪大壮都死哪儿去了？进来，把这两个人给我弄死！耳朵聋了吗？别喊了，梁总，你的那些兄弟太累了，我让他们一时半会儿也醒不来了。他们怎么了？我只是让他们休息一下。如果说梁总你要再大声喧哗，我不介意让你和他们一起睡一会儿。姐姐，我们走。看在你是景行前妻的份上，我先放过你这次，好自为之。幸好你和雷虎及时赶到，要是再晚一步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知道梁碧云的手段，所以这几天特意让雷虎暗中盯着点儿。没想到他竟然真敢这么做。这么说，你早就想到了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尤其是对他。没关系，怪我太天真了。不过说起来，这次我又欠你个人情。上次是我连累了你，这次咱们就算是扯平了。好了，我先送你去医院看看吧。那倒不用，我想回家静一静。好，我先送你回家。陈锦行啊，陈锦行，人家是高高在上的董事长，帮你那是为了救项目。不过看他当时那么紧张我的样子，是不是说明我在他的心中不仅仅只是生意伙伴呢？难道是沈念来给我送药了？是。怎么是你？怎么，不请我进来坐坐？好歹我们也是几年的夫妻了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梁总。如果有公事的话，可以去公司聊；如果有私事的话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私事。秦翔，别这么绝情嘛！我知道你因为昨天晚上的事还生气，
我那是被董事会逼急了，一时糊涂。景行，你就住这个地方，这个环境怎么配得上你大才子的身份？起码我自己很满意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请回吧。行，别闹了。那个老太婆能给你什么呀？回到我们身边吧。底线现在也是你的家，只要你点头，副总的位置就是你的。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不好吗？啊，好好过日子。梁碧云，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捐款跑路的是你，现在看我翻身了，回来求复合的也是你，你给我滚！景行，景行，哎，这门怎么开着？我给你带了生煎包。怎么又是你？昨晚还没闹够吗？大清早就跑到单身男人家里，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梁总不也是一大清早就来了吗？怎么，昨天晚上还硬气的不行，今天改来软的了？我和景行是夫妻，这是家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景行，不要被这种女人给骗了。只有我们才是知根知底的。知根知底，你是指知根知底的卷走他的钱，还是知根知底的找打手绑架他？你闭嘴！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。陈景行，你说话啊！是要这个来路不明的野女人，还是要我？梁碧云，你说错了2件事。首先，我们已经不是两口子了。第二，他也不是什么外人，他是我的女朋友。听见了吗？前妻小姐，至少我会护着她。而你呢？你除了给她添堵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好，好得很。陈景行，你为了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拒绝我，我看你能得意几天。她到时候在行业混不下去了，别来求我。老太婆，刚才差点忘了，我特意派人查了你。你别以为盛天顾总帮了你一次，你就是个人物了。你不看看你什么德行？不算个人物。看来梁总的消息渠道不是很灵通啊。盛天集团的消息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摆在台面上给人看。你以为你查到的那些就是全部吗？你少跟我装深沉。那是因为盛天企业口碑好，顾总心善，不愿意看到你这个老太婆家庭破碎。别给我吐鼻子上人！姚碧云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做人留一线，风水轮流转，别到时候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。什么风水？那都是弱者的借口。在我们资本圈，只有成王败寇。你没资格、没背景，凭什么跟我斗？对了，提醒你一句，你们家宝贝女儿沈之夏可是在我的地盘中心院当医生，她现在的命运可是掌握在我的手里。我想要让她圆就圆，想要让她扁就扁，你最好识相点。现在鼎信集团稳坐南城医药界第2把交椅，这是我商业板块的一角。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拿你那个没人吃的路边摊？话可别说得太满，现在还没到最后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你做好准备，真正的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啊，老东西，我等着你出招，别到时候输得太难看，跪在我面前哭。真是晦气，衣服都给我搞脏了。刘主管，我们来通知你一声，我们不干了。沈之夏，你是不是没有搞清楚状况？你是背着重大医疗事故处分的人，是我们公司出于人道主义，没有立刻开除你，你还想自己离职？想得美！这叫被清退，你懂吗？你胡说！事故调查早就证明了夏夏的清白，是有人陷害。清白？来，大家我都听听。他说他清白，谁信啊？
沈之夏，你要离开我们医院，谁敢要你？你和你那个卖面的妈，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这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我可能会去盛天集团做高管，具体的职位我妈还没想好。哎呦喂，还做高管？我看你是得了妄想症吧？你上次那个暴发户王总向你妈下跪的事情还没边缘呢，这又吹上盛天了。我没有吹牛，盛天集团的董事长确实是我妈。小夏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委摊牌了，盛天集团董事长也是我妈。妈没你这种儿子。你还演上瘾了？那是盛天集团董事长，那可是医药界的神，谁不想那是自己亲妈？来，你问问大家伙，谁不想管盛天集团董事长叫妈？必须的，叫奶奶都行。沈之夏，你是穷疯了吧？这种白日梦你也敢做？你们别笑了，夏夏她没有撒谎，妈妈真的是那个董事长。行了，你这编瞎话的本事，要是用在工作上，早转正了。你妈有那通天的本事，你还需要在医院守着窝囊气，早就把你供起来了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除了吹牛还能干什么？你们这种人只会门缝里看人。这谁呀？这么大排场，难道是我们梁总又请了什么贵客？不用猜了，接我回家的人来了。走。嘿，他也上瘾了。我看是神经病院的车来接他了吧？来，走，跟我去看看。沈之夏，给我站住！要是惹出什么笑话，恭喜大小姐回家。这，办个离职怎么这么长时间？有一些工作总要交接清楚嘛。这种乌烟瘴气的破地方，有什么好交接的？上车。我的妈呀！刚刚那女的气场太强了，我怎么看着像新闻里那个隐退的盛天董事长？好像真是，你看那个车牌，那是盛天的专属牌照。都不上班啊，在这聚众干什么？公司养你们，开心的吗？梁总，好像是盛天董事长刚刚来过。什么？刚走？是的，接走了一个实习生。鼎信在南城根基在稳，说到底也只是区域霸主。盛天不同他们深耕行业30年，守卫国际渠道和政商资源。真正的猎人得先学会借力打力。海外财团的资金固然诱人，但想真正打开全球市场，盛天这条大船才是关键跳板。可惜呀，他们那位董事长藏得太深，连谈判桌都不屑上。不过今天他亲自现身，倒是个信号，要么是试探，要么就是鼎信已经进了他的棋局。陈景行总以为靠技术就能赢天下，殊不知商场上最致命的武器从来不是技术，是人心。盛天董事长这一招敲山震虎，明面上是示威，暗地里或许是在给我递梯子。只要搭上他这条线，不仅鼎信能少走10年弯路，连陈景行那份清高也得在现实面前低头。小张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帮我约到盛天集团董事长，地点就定在10方天尊大酒店，要最顶级的帝王包厢，好让他看看我的诚意和实力。
都傻站着干什么？你是我女儿，这圣天呢，迟早是要交到你的手上。赶紧坐下。念姐，前台有人递了帖子。我这椅子还没坐热乎呢。谁呀？你们把这个求职简历呢先填一下。虽然是我女儿，但这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，免得以后落人口实，让人说闲话。是鼎信集团那边发来的邀请函。鼎信？对，就是梁碧云。之前呢，他已经发来4次帖子了，都被你回绝了。但这次他说，无论如何想见你一面，商谈两家合作的大事。这次可不一样。以前是以前，我们是竞争对手，现在我们可是情敌。情敌？念姐，你不该问的别问，也别往外传。既然他这么想见我，那我就去会一会。这样，你拿集团3%的股份做个诱饵，先把鼎信给我调住。3%？这是要收购鼎信啊？啊，我明白了。你不明白。哎呀，梁碧云，你松开行吗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就不喜欢这种饭局。陈景行，你别给我甩脸子，我对你好是看得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你那都是虚情假意，我不需要。闭嘴！你知道今天这顿饭有多重要吗？要见到的可是盛天集团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董事长。鼎信董事会那帮老家伙都说，我是托了你的福，就是因为你那个新药项目才入了董事长的眼。简直就是笑话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的。你别给我装傻充愣。之前公司董事会3顾茅庐都没有见到他，我这个执行董事一出马就约到了，肯定是因为你。景行，听我的，这次我代表鼎信集团，只要和盛天集团签订了这个100亿级的战略合作协议，到时候我就有足够的资源，把你那个半死不活的倾囊生物推向国际舞台，让你的药卖遍全球，这不就是一直想要的吗？是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我的梦想不需要通过出卖尊严来实现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上次多亏了神秘天线，顾总才逃了1亿5千万救了倾囊生物。今天既然顾总也会来，当面感谢一下也是应该的。对不起，女士，这里不让停车，麻烦你挪一下。怎么，你不认识我？我就是鼎信的董事，这位置我停不得。嘿，你一个小保安，是不是不知道我们鼎信的集团的实力呀？你信不信我让你滚蛋？抱歉，梁总，这是我们酒店为盛天集团预留的至尊车位，只有盛天董事长的车才能停。盛天董事长，我就是来见他的，把我的车停在他的车旁边，这样显得我们2家亲切。快，还愣着干嘛？把我的车停好。这让你去就去，我们就是和盛天集团的董事长有约的，赶紧走开，别在这里碍眼。沈念，你这个阴魂不散的老女人怎么也来了？沈念，你这个阴魂不散的老女人怎么也来了？景行，这么巧你也在这儿？是啊，之前多亏顾总帮忙，今天听说他要亲自过来，所以我特地赶来道谢。顾总，您的那笔投资真的是解了我燃眉之急了，谢谢你，太感谢了。陈先生客气了，投资看的是项目潜力，公事公办而已。顾总，真是久仰大名，我是鼎信的梁碧云，早就想拜访您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气宇轩昂啊！不像某些人
像块狗皮膏药一样贴着顾总，也不看看自己那副穷酸样，站在那儿都拉低了顾总的档次。顾总，这么高端的场合，你怎么还带着只会煮面的保姆来？我怕他丢了您的身份。顾总这几天身体过敏，你这么大的口气，替我们顾总圆点，别熏着我们顾总。死老太婆你！今天是个大日子，我不和你计较。看你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端的场合，就勉为其难的让你上去长长见识。顾总，这餐厅啊是海城最好的，这几道招牌菜啊都是主厨特制的名餐菜。食材新鲜度差了点，火候也过了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穷讲究什么？顾总，听说盛天最近在筹备新部门，我女儿刚刚拿到管理学硕士，一直仰慕盛天的企业文化，不知能否给个实习的机会？人事招聘这一块呢，这个流程比较……这事好办，盛天呢正好需要新鲜血液，既然是人才，盛天的大门随时敞开。待会儿呢，让你女儿把简历发到我邮箱，我看过之后没问题的话，明天呢就到人事部报道吧。沈念，你还要脸吗？这里是高端商务局，轮得到你在这儿招一大一个狼？你算老几呀？还发你邮箱？你懂不懂规矩？哎呦，杨总，盛年，那个人事招聘呢，是可以商量的。不繁琐，既然是人才，特事特办，发给我，我批了就行。我看你是疯了吧？还你批了就行？顾总在座，轮得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？顾总，这个老女人太没规矩了，不仅插嘴，还敢替您做主，这简直是没把您放在眼里。你怎么能容忍这种人在你身边？梁碧云，你少说两句，你知不知道她谁呀？顾总，小女人不才，今天就帮你揭开这个老女人的真面目。顾总，你是被她给骗了。这个老女人私生活简直烂透了。她仗着自己有点退休金，整天在外面想方设法的包养小白脸。梁碧云，你闭嘴！我不允许你侮辱沈念。我侮辱她？陈景晴，你敢说她没有纠缠过你？顾总，前几天她还闯入我们的私人包厢，拿钱砸在桌上，强行把景行带走。她就是老牛想吃嫩草。这种道德败坏的人留在您身边，简直是给盛天集团抹黑呀，丢您的脸啊！杨总，你这饭还能不能吃啊？咱们先吃饭，吃完了再说。顾总，我这都是为了您好，这种祸害留不得。他现在勾引我前夫，指不定哪天主意就打到您头上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你给我闭嘴！陈景行也是个贱骨头，放着我这个身价过亿的老婆不要，要去跪舔这个老太婆。你以为他是真的爱你？他就是玩你。等你伺候不动了，他一脚就把你踹开了。景行，来多吃点牛肉，别听疯狗乱吠，容易消化不良。来，吃，我让你吃软饭。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！给你3分颜色，你就敢开软饭？当着我的面泼妇骂街！别愣住！谁是老流氓？谁包养小白脸了？你给我起来！顾总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是在帮你教训下人啊！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他是谁啊？他可是咱们盛天集团的创始人，现任董事长沈念，沈董，连我都要鞠躬叫他一声沈董的人。什么？盛天集团董事长？他？沈念，你是盛天集团的董事长？梁碧云啊，刚才我就一直在暗示你闭嘴啊，想救你一命，可你就是偏偏找死啊！竟然当着董事长的面污蔑他包养小白脸，我看你不仅是蠢啊，你简直就是嫌自己命长啊！
梁碧云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可是你心术不正，满脑子都是肮脏的交易。你不是喜欢以权压人吗？好啊，那今天我就让你也尝尝被资本压制的滋味。各位慢慢吃，今天这顿饭有点倒我胃口。金星，我们走。梁总，准备后事吧。盛天集团的法务团和并购组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梁总，赶快去求饶，那是盛天集团的董事长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！我还有海外财团，我还有底牌。喂，史密斯先生，我要启用备用资金，要和盛天打价格战。梁女士，你得罪的盛天集团国际商业联盟已经拉入黑名单海外，财团必须立刻撤资及起诉及违约，您的资产已被冻结。完了，盛天集团刚刚发布公告，要在二级市场全面收购鼎信，股价已经跌停了。撤资，我要退股。梁碧云，你要死也不能拉到我们。盛天集团，沈董事长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脑子里边还懵懵的呢。吓到了？倒也不是吓到吧，就是感觉自己跟个傻瓜似的。你想那天我们在老街吃牛肉面，我还特地把我碗里的肉加进你碗里，就是怕你营养跟不上。姐姐，那碗面我很喜欢，真的。自从接手了盛天以来，是应酬，是交易，是利益交换，但却唯独缺少了烟火气。只有跟你坐在路边摊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感觉到我是活着的。所以，你是在考验我？起初我只是想躲亲戚，后来我遇到了你，在以为我一无所有，甚至是个拖累的时候，你还是站在了我的面前。我那个是看你一个人不容易，这就够了。在这个名利场里，不容易这3个字比什么都贵重。那你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不矫情了。但是以后如果吵架的话，我可不敢跟你高声嚷嚷。你看我这个小身子板，我可扛不过你们盛天的法务。不过说正经的，梁碧云倒了，鼎信集团的市场份额空出来了。我打算，盛天集团未来10年100亿级的医药战略合作，全部交给青囊集团来做。这以后呢，就由我女儿跟你们公司对接。盛天集团也是时候该交给她来管理了。100亿，沈念，这不行啊，这是公事，你不能因为我们的私交你就……不是私交，是投资。我投资的是你的才华和人品，当然，除了投资项目以外，我还想投资一个人。陈建行，我以前呢，习惯了强势，习惯了安排好一切，但这枚戒指，是我沈念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想要送给你的。我想要找一个可以搭伙过日子的人。这是……其实，今天来饭店之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了，本来是打算吃完饭之后带你到江边散步的时候再给你。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是盛天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就想着，虽然我没多少钱，但是我敢保证，下半辈子没个人敢欺负你。跟你的比起来，这个太寒酸了，要不还是……不寒酸，我喜欢你这样。盛天集团的董事长见过无数的奇人异事，
但是沈烨，只劝你这一位速权。沈念，我没有百亿的资产，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，但是我有一颗真心，还有一辈子的时间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傻瓜，我要是不愿意嫁给你，怎么会陪着你在这儿吹了这么久的冷风呢？可不许反悔哦。合约期一辈子，无权解约。